这次开始讲齐物论。齐物论咱们讲2次课，这2次课是咱们整个50讲中国哲学史里最难的2次课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齐物论就是齐同物论，不要执着于各种理论，要顺人自然的活着。这个齐物论也是分2大部分，第一部分讲齐物论之理，第二部分通过5个寓言故事讲齐物论。先看第一大部分。南郭子綦印疾而坐，仰天而虚，他焉似丧其偶。南郭子綦靠着基案静坐，仰首向天，缓缓地吐着气，好像是忘掉了他的形体一样。言承子由立石乎前，曰：何几乎？形固可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今之印疾者，非昔之印疾者也。言承子由站立在跟前侍奉，说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人的形体可以使他像枯木一般毫无生机，人的心灵也可以使他像死灰一般不起一念吗？您今日靠着基案的情形就不同于往日了。子綦曰：眼不亦善乎而问之也，今者无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子綦说：眼就是子由，眼是名，子由是字。子綦说：眼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今天我忘掉了自己，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吗？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？你只听到过人吹箫管所发出的人籁，而没有听到风吹重窍所发出的地籁。你只听到风吹重窍所发出的地籁，而没有听到过天籁。子由曰：敢问其方。子由说：请问其中的道理。子綦曰：夫大块一气，其名为风，是为无作，作则万跷怒号，尔独不闻之碌碌乎？子綦说：大地发出来的气就叫做风，此风不刮起则已，一刮起就会千万个孔窍都怒吼起来。你没有听到那长风呼啸的声音吗？山林之未摧，大木百围之窍穴，似鼻似口似耳，似鸡似圈似臼，似蛙者似乌者。峥嵘陡峭的山岭，百围大树上的孔窍，有的像鼻子，有的像嘴巴，有的像耳朵，像横梁上的方孔，像圈围的栅栏，像舂米的鸠窝，像深广的水池，像浅平的泥坑。鸡者笑者，赤者息者，叫者嚎者，摇者交者。发出的声音有的像湍急的流水声，有的像响箭声，像叱咤声，像吸气声，像高叫声，像嚎哭声，像深谷内的声音，像悲哀声。前者唱鱼而随者唱鱼，前面的风唱着鱼的声音，后面的风就喝之以鱼的声音。凌风则小鹤，飘风则大鹤，厉风急则重窍为虚。如果是清风，相和的声音就轻；如果是大风，相和的声音就大。猛风过去之后，重窍就寂然无声了。尔独不见之条条之雕雕乎？你难道没有看见风刮起时万物随风摇曳晃动的样子吗？子由曰：地籁则重窍是矣，人籁则笔竹是矣，敢问天籁？子由说：地籁是风吹重窍所发出的声音，人籁是人吹并列的竹管所发出的声音，请问天籁又是什么？子綦曰：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，嫌其自取，怒者其谁也？子綦说：风吹万物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，它们发生和停息都是出于自身，这完全都是出于自然，有什么东西主使了它呢？万物自然运行的道理，这个就是天籁，天的声音。下面一段讲听不到天籁的凡人生活在虚妄分别中，这一段就不讲了，咱们直接讲圣者是怎么齐同物论的。庄子的核心观点很简单，就是一切的是非彼此都是相对存在的，都是虚假不实的。
虽然这个核心思想很简单，但是在具体论证这个核心思想的时候，庄子他这个话呀，有时候说的还是比较绕的。下面咱们看一下庄子是怎么论证的。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以我关照万物，则万物都是彼，都是对方。物自己关照自己，则万物皆为此，都是自己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观点不一致的双方，用彼方的观点来观察此方，则丝毫不见此方的正确；用此方的观点来自视，则只知道自己全是正确的。故曰：彼出于事，事亦因彼。所以说，彼方是由于和此方相对待而产生的，此方也是由于和彼方相对待而产生的。什么叫相对待而产生呢？就是彼此相对而生。比如妻子跟丈夫，一个人说自己是妻子，那他一定有丈夫；如果他没有丈夫，那他就不是妻子。妻子跟丈夫这俩概念是一对儿，不可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。有人说我是妻子，但是我并没有丈夫，那就很奇怪。彼和此这俩关系也是这样，一定要有我，同时有对方，有这种相对，才能分彼此。这种相对而生的概念还有很多，比如高矮上下、冷暖生死，甚至是是非对错，这都是相对而生的。彼是方生之说也，这就是彼此相对而生的说法。虽然彼此相对而生，但你也不要把这种相对而生的彼此理解为真实存在的。这种由于对待而产生出来的彼和此都是不真实的。接下来庄子就讲为什么彼此相对而生的概念并非真实存在。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生同时意味着死，死同时意味着生。这8个字是讲生死这一对概念的不真实。对这8个字呢，大家历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，咱们这里只介绍其中一种，就是西晋时期的郭象对这段话的解读。郭象以季节变化为例，说明生死这对概念并非真实存在。咱们画一下，这是由春到夏，春死夏生。如果大家都从自己的视角观察，夏就把这一点叫做生，而在春看来，这不是生，这是死，并没有生。如果大家都站在对方的视角来观察，那夏也可以说这一点是死，是对方的死，而春却认为这是生，是对方的生，并没有死。所以你说这一点到底是生还是死？生和死这两个相对的概念，都是在这一个事实点上大家虚妄分别出来的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。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，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肯定了一方面，就同时否定了另一方面；否定了一方面，就同时肯定了另一方面。因为有是，所以有非；因为有非，所以有是。世界上本来没有是非对错，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直到人类出现，人们才开始分别是非对错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因此圣人不分辨是非，而关照事物的本然，这也是因任自然的道理。因任自然就是顺从自然，不自己妄加分别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，彼亦是非，此亦是非。此就是彼，彼就是此，彼有彼的是非，此有此的是非。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果真有彼此是非的分别吗？果真没有彼此是非的分别吗？彼是莫得其有，谓之道书。超出是非对立之上，这就叫掌握了道的书要。书使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掌握了道的书要，就好像进入了环的中心，从而可以应付无穷的是非。是亦无穷，非亦无穷也。是没有穷尽的，非也是没有穷尽的。要说是，能找出10000种理由说是；要说不是，也能找出10000种理由说不是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
所以说，不如用空明若镜的心灵，以本然之理来看待万物。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以能指来说明所指非能指，不如用非指来说明所指为非指。这个稍后解释，咱们把这一段读完。以马喻马之非马，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。用白马来说明白马非马，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为非马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。天地万物可以用一个能指，也可以都叫做马。咱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一段。第一句，以能指来说明所指非能指。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所指非是能指。什么是所指，什么是能指呢？所指指的就是事物，能指指的就是概念。所指不是能指，就说事物不是概念。咱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苹果和苹果的概念。苹果的概念是能指，能指向苹果的，所以叫能指。实际的苹果是所指，被概念所指的，所以叫所指。然后事物并非概念，概念并非事物，能指并非所指。概念只是你脑子里的东西，跟实际的苹果是两回事儿。这就是所指非是能指。第二句，不如用非指来说明所指为非指。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所指为非指。什么是非指呢？非指就是非是指向所指的能指。比如橘子这个概念，它对于苹果这个事物，它就是非指。你不能用橘子这个概念来指苹果这个事物，橘子这个概念就是非指。但是庄子说，不如用非指来说明所指为非指，意思就是你不如用非指来指称所指。你不如说橘子这个概念，它指的就是苹果。庄子的意思就是概念不过是人自己编出来的，你管这个东西叫橘子也行，叫苹果也行，这都是无所谓的。下一句，用白马来说明白马非马，就说白马和马是两个概念，这俩不能等同。白马的概念指的是白色的马，白马的概念不能指所有的马，白马和马是两个概念。不如用非马来说明马为非马。咱们再画一个橘子，这个橘子的概念不能指马，所以是非马。你不如把马直接说成是非马，就说你不如直接用橘子这个概念来指称马。这个东西你叫它是马也可以，叫它是橘子也可以，名字只是人随意叫的。庄子最后说，天地万物可以用一个能指，也可以都叫做马。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表示万物，万物可以都叫做马。天地一指也，万物一马也，叫什么名字是无所谓的。这两句比较绕啊，可能一时半会儿大家理解起来比较费劲。我讲的应该算是比较明白的，你要是感觉乱呢，你就对照我那两个图，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另外，对这两句话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读，我这种解读呢是我自己觉得这么解释最清晰，但并不是唯一的解读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解释这两句话的，然后你自己做一个判断。接着往下看，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。人家认为可，我也跟着认为可；人家认为不可，我也跟着认为不可。道行之而成，物谓之而然。道路是人们走出来的，事物的名称是人们叫出来的。呜呼然，然于然；呜呼不然，不然于不然。为何是这样？自有它是这样的道理。为何不是这样？自有它不是这样的道理。物故有所然，物故有所可，无物不然，无物不可。因为一切事物本来就有它是这样的地方，本来就有它能被认可的地方，所以没有什么事物是不然的，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可的。
故为世举，庭与营，赖与西施，灰鬼绝怪，道同为一。所以草茎与巫祝，丑妇与美女，一切稀奇古怪的事物，从大道的观点看都是一样的。其分也成也，其成也毁也。一事物的分割就意味着另一事物的组成，一事物的组成就意味着另一事物的毁灭。凡物无成与毁，复同为一。其实所有的事物并无形成与毁灭的区别，都是浑然一体的。咱们画个图。食物滋养人，人死后烧成灰变成土壤，然后土壤产生食物，整个都是浑然一体的。你觉得人土食物是不同的，那只是你自己的区别。为达者之同为一，为事不用而欲诸庸，因是矣。只有通达大道的人，才能知晓万物相同为一的道理，因此他们就不会运用自己的智巧聪明，执着于万物的名分。这就是因顺自然的道理。疑而不知其然，谓之道。顺着自然的路径行走，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，这就叫做道。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，谓之招三。辩论者费尽精神以求一致，而不知道万物本来就是同一的，这就叫做招三。何谓招三？什么叫做招三呢？居公父序曰：朝三而暮四，众居皆怒。养猕猴的老翁给猴子分栗子时说，早上给3声，晚上给4声，猴子们都发怒了。曰：然则朝4而暮3，众居皆悦。老翁又说，那么就早上给4声，晚上给3声吧，猴子们都高兴了。明时未亏而喜怒为用，亦因是也。3、4之名和它们的总和都没有改变，但猕猴却因迷惑于现象而妄用喜怒，因此养猕猴的老翁就顺着猴子们的意思。是以圣人合之以是非而修乎天君，视之为两行。因此圣人不执着于是非的争论，而依顺自然均衡之理，这就叫做两行。两行就是你行我也行，大家说的都对也都不对。先休息一下，下次课继续讲齐物论。